盘点熊猫界的6大富婆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第一位花花，熊猫圈最能赚钱的大熊猫，据说1年就能有492亿的收入，平均每天1.3个小目标。而且在花花名气的加持下，成都基地也成了全国热门旅游景点，每天光门票收入就高达1500万，这还不算周边餐饮等方面的消费。为了感谢花花对成都经济的贡献，4岁的她被任命为成都文旅荣誉局长。有钱有颜又有职务，花花这熊生简直爱了。第二位新安，奔驰家大小姐坐拥3.5万亩珠海，家底丰厚到令所有熊流口水。别的小熊吃笋都是等饲养员送来，而新安和她的小姐妹华丽却自给自足，笋一冒尖就进了他们肚子里，不及时吃的话还会走路扎脚坐下扎地。而且奶爸经常送来超长冲天炮笋，华丽小公主爆感麻辣女兵，吃之前小家伙还得给自己做很久心理建设，一是愁吃这玩意太累，二是愁减肥之路遥遥无期。第三位香香，5年时间狂揽人民币27.8亿元，平均每年能赚5个小目标。香香公主从小就备受瞩目，但是征名环节就收到32万条回执，因为来动物园看香香的人实在太多，园方无奈只好每天限流2000人。据说因为香香公主的出生，周边的商业圈全年销售额增长18亿人民币。就算如今小家伙已经回到四川避风峡，但从日本来中国看他的游客仍络绎不绝，可见香香也是为四川经济添砖加瓦的一员。第四位四海，最土豪的旅居海外的大熊猫。四海和伙伴晶晶目前居住在卡塔尔，熊猫馆是豪掷3.6亿建造的，面积据说比故宫建筑面积稍微小点，并有新风循环系统实时模拟四川环境。而且晶晶四海每天吃的竹子笋都是卡塔尔从四川空运的，甚至为了能让两熊体会到家的感觉，卡塔尔还一股脑打包带走了四海的树。国内奶爸奶妈以及麻雀丰荣。第五位福宝，一年给爱宝乐园带来12.8亿经济收益，油管有关账号的视频收益就有50万，周边的销售额更是多达3000万，更别提园方发行的5本福宝写真集以及最新上映的福宝大电影了。如今福猪猪已经回到四川老家，前去看望他的粉丝也是不在少数。小家伙若是能和舅老爷想奇迹联手，没准还能把神树瓶干上市。第六位小新，拥有独立山头可营业自由的山大王。小新的地盘差不多有8万平米，因此他每天都要早起2个小时去巡山，饿了就摘野果，累了就上树睡觉，还有金丝猴等半生动物陪着他，这神仙日子简直美滋滋。而网友们还知道熊猫界的那些富婆呢？大熊猫饲养员能有多卑微？奶爸跪求冉冉载回家吹空调。起因是这天高温不适合营业，可贪玩的2小只硬是想往外面闯，奶爸只能赶忙跪下用身体堵住熊洞，同时手忙脚乱的逮完这个揪那个。为什么非要去外面？外面到底有谁在呀？直到奶妈火急火燎的跑回内舍，从背后将小家伙们提溜到旁边，精疲力尽的奶爸才终于把门关上。只能说虽然禁止强迫大熊猫营业，但架不住滚滚自己非要营业。要说我们国宝究竟有多不好伺候，外教老师给熊猫上行为训练课时，也只能双膝跪地求崽崽们乖乖听话。发姑奶爸被轮辉抢走指挥棒后，他卑微的给小家伙按摩进行友好谈判，只是最后谈崩了，奶爸只能无奈搓手，等小家伙玩腻了再捡回来。当调皮的小熊非要打包盆奶，结果却给自己做了个牛奶面膜后，饲养员愣愣的站在原地捏了捏拳头，心想忍住，这可是国宝。而为了能让贪玩的熊猫宝宝回家，奶爸奶妈们还练就了爬树和接娃技能。可当熊猫宝宝爬上很高的大树后，饲养员能做的只有在树下苦苦哀求，随后留下一个孤独寂寞的背影。转身离开。除了熊猫们性格倔不好惹外，饲养员还得担心被滚滚挂上热搜。当初一身貂的喜乐顶着高温营业，冯奶爸请了好几回姑奶奶都不回家，热得满头大汗的老冯连灌了2瓶藿香正气，最后破罐子破摔，直呼喜乐祖宗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当喜乐不肯将钓猫工具还给奶爸时，怕他耍小脾气的老冯压根不敢用力扯，只能使出夹子音温柔哄闺女松手。现在能还我了吗，祖宗？那还我吧，行吗？行还。你得给我，咱才有下一步了，是不是？他得反过来调过去的看，里边但凡有东西我抢不过来。那次不就是直接把那抓给我蹬下去？要不是全网皆知喜乐的暴脾气，估计老冯能在网上死800回。而显眼包灵颜的奶爸就更卑微了，明明刚给好大儿送了一捆竹子，灵颜后脚就跑到游客面前吃草卖惨，还时不时啃2口木头充充饥，并且灵颜最爱的就是泡冰水澡，一边泡嘴里还一边呜呜咽咽的唱。这悲伤的歌声简直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而奶爸受不了了，直接录视频自爆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
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？灵言，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只能说熊猫不愧是中国的国宝，稍一出手就能让饲养员生无可恋。眼前这只嗓门超大的小熊，就是拇指姑娘程浪。小家伙出生时体重仅有42.8克，还没有一枚鸡蛋重。姐姐程峰的体重和她相差4倍之多，或许是担心养不活这么弱小的孩子。程大妈妈果断弃养抱起了姐姐程峰，而程浪则被饲养员紧急送去了育幼室，每天取程大妈妈的母乳喂给她。等到程浪顺利长到100克后，奶妈便把她送回了程大妈妈身边。虽然母女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，但程大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女儿，毫不犹豫地抱起程浪给她喂奶。可见程大带娃更多的是网友调侃，他的母性远比想象中更强大。而程浪也很争气，一直专心干饭。没过多久，体重就赶上了程峰姐姐。别看程浪刚出生时弱不禁风的，但长大后的她不仅漂亮，被称为班花，还有一副无比嘹亮的大嗓门。当初大熊猫新生集体亮相时，程浪跟个小话痨似的不停嗷嗷叫，衬得身旁的季憨憨更憨憨了。还有一次，程浪突然对着季晓发出了超凶的狗叫声，不仅把季憨憨的鼻涕泡都吓出来了，就连会劈叉的眼神都清澈了几分。而且程浪还喜欢跟美奶妈吵架，只因不想让对方帮自己排便。小家伙昂起脑袋嗷嗷叫，浑身都在抗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遭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气得美奶妈只吐槽这是在碰瓷。俺是不是碰瓷的嘛？俺是不是碰瓷的嘛？摸都没摸他，又没打他。相较之下，程峰姐姐就比较沉默文静。都知道程大喜欢把孩子扔粑粑堆上，以至于每次都要美奶妈帮熊孩子擦干净。每到这时，不管江左梅梅如何嫌弃他脏，程峰都主打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。你好意思在这儿舔？你舔个屁！你看你毛哦！你个妈哟！哎呦我的天，我都想抱你去！我好泄气！哎呀，我的帕子都黑了，我要。亲，你好像擦不干净了。感觉小程峰的沉默震耳欲聋，而程浪不仅喜欢输出嘴炮功能，还动不动就翻过婴儿床围栏越狱，听到奶妈动静就立马翻回去了，不像季憨憨那样被抓个正着。虽然程峰和程浪是双胞胎，但因为程峰和季校长得更为相像，并且两熊吃饭睡觉都喜欢黏糊在一起，因此被网友称为同父异母的双胞胎。而形单影只的程浪才仿佛是那个单胎。对此，小家伙内心 OS 三只熊的电影，你俩非得整这死出有意思吗？有网友甚至还给程浪季校改了名，就叫做季浪和程校，就是说山上的笋都快被夺完了。如果大熊猫没有热度，真的会被遗忘吗？眼前这只滞留海外无法回国的熊猫，就是旅居奥地利21年的杨洋。24岁高龄的他本该在去年就结束合约，可延期1年多后才被通知回国。杨洋和龙辉3岁时一同前往奥地利，两熊感情非常要好，每天形影不离，就连吃饭都要排坐黏糊在一起。都知道熊猫是独居动物，领地意识很强，可杨洋和龙辉却能恩爱的住在一起。好在成年后园方也没有将两熊强行分开，因为杨洋签署的并非租借协议，而是以大熊猫繁育为目的的协议。因此从2007年直至龙辉去世前，两熊共繁育了4胎5个孩子。通常情况下，熊猫妈妈生了双胞胎，在本能的驱使下只会选择其中一只，但杨洋母性很强，同时抱住了2只宝宝，而这也是全球唯一独自抚养双胞胎的熊猫。本以为两熊回国前能永远陪伴着彼此，可龙辉却被查出腹部有严重的肿瘤问题，兽医们紧急给他安排了手术，没曾想却在麻醉期间出现意外，不幸离世。由于中澳双方签署的协议并未到期，奥地利要求中方再送来一只大熊猫，于是国内派出20岁高龄的圆圆，带着生育使命出差奥地利。可杨洋只想和龙辉一生一世一双雄，不停咆哮驱赶想靠近自己的圆圆。后来杨洋和龙辉最小的孩子也回国了，动物园只剩下20多岁的杨洋和圆圆。圆圆是乐宝的爸爸福宝的亲爷爷，他虽出生在北洞，但一生都在外漂泊。2岁时便被送到莫斯科打工，到了5岁又被北洞派去四川当交换生，之后的数十年里更是没几年就搬一次家。20岁高龄又被迫旅居奥地利4年，一生都在漂泊，却等不来回家的机票。按照协议，两熊本该在去年回归故乡，可一直没有他们要回国的消息。而在网友们的奔走相告和呼吁下，官方终于宣布两熊将在今年秋季回国。虽然杨洋和圆圆的回家路走得久一些，但好在他们在奥地利生活的还不错，因为圆圆年龄大了，牙口不太好，饲养员就把新鲜竹叶切碎后和金饲料煮粉混合在一起给他吃。而杨洋则迷上了用画笔泼墨挥毫，他的作品据说能卖到490欧元，折合人民币3800元左右。虽然具体回国日期还没公布，但希望两只国宝能早日落叶归根，回到祖国安稳度过剩余的时光。